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不是赵世界哈，今天是国际商学院，不管它是什么啦，反正最近收到几个同学的私信然后刚好有碰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市场公关危机的事件，他们都希望教授呢能够针对这个热搜事件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危机处理的方案。好，那我们在讲解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段视频这个是目前在中国最热门的一个新闻话题。其实有人该倒霉了，是谁？我们一起来看看，好吧？真双标啊！发个冰淇淋都要区别对待，怎么35块钱的冰淇淋中国人不配吃吗？宝马还真是有恃无恐，在中国的地盘就敢明晃晃地搞歧视。中国市场虽大，但不欢迎任何吃饭砸锅者，就连央视也下场讨伐，崇洋媚外的人有多丑？不作不死，这不，宝马得了惨痛的教训，一夜之间损失163亿，可谓是史上最贵的冰淇淋。这次确实是宝马的一个大危机，但更大的麻烦是，我们的国产品牌崛起，像宝马这样的洋品牌也许要面临被时代抛弃的命运。点个赞，让我们一起聊聊宝马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那些外国品牌为何屡次辱华，是谁在纵容他们的嚣张。4月20号，上海车展中，宝马迷你的展台发生了一件令无数中国消费者为之盛怒的事情。宝马迷你的展台有一个箱子，是专门为来看展的人发放免费冰淇淋的。来看宝马迷你的车还能拿到一个免费的冰淇淋，本来是一个能够提升宝马品牌路人缘的好机会。展会开始后，有国人询问是否还有冰淇淋时，两位宝马的工作人员立刻摇了摇头，面无表情地表示冰淇淋已经卖光了。访客无奈只好离开。但当一位外国人走过来的时候，还没等老外开口要冰淇淋，其中一个女孩就迫不及待地伸进保温箱，拿了一个冰淇淋递给老外，脸上像是笑开了花一样，和此前对待国人的态度大相径庭。那谄媚的表情，以至于网友嘲讽道，两个人恨不得教老外怎么吃冰淇淋。老外走后，视频的拍摄者不能忍受这两个工作人员对于国人和老外的差别对待，就举起手机准备以身试法。果不其然，还是遭到了两位工作人员的无情拒绝。他们似乎也感觉到眼前的拍摄者看到自己递给老外冰淇淋的场面，于是连忙解释道，需要下载注册一个 APP 才能领冰淇淋。可老外领取冰淇淋时，甚至连手机都没有掏出来，到了国人这里就需要注册 APP， 这不是差别对待是什么？后来工作人员竟是干脆把装有冰淇淋的保温箱直接搬走。此视频一经发布到网上，就迅速被网友关注，并且上了热搜。面对事情不断发酵，宝马迷你也紧急发布了道歉声明，是自己的工作人员失职和管理不到位导致的。这么敷衍的声明不仅没有平复国人的情绪，反而令无数人更加气愤。宝马也是世界上几大豪车之一，单单2022年的营收就高达1400多亿欧元，转换成人民币高达数万亿。中国更是宝马最大的市场，在2022年交付了将近80万辆汽车，仅在中国的营收就达到了410多亿欧元，占到总营收的近30%。当宝马在欧洲市场、美洲市场的营收都在不断下降的时候，在中国市场却逆流而上，呈现上升的趋势。可以说中国是宝马不可或缺的重要市场，甚至迷你品牌将会在2023年3月推出新的经营模式，以更加扩大中国的市场。可见中国市场对于宝马的发展有多么的重要。当车展上冰淇淋事件被曝光到网上之后，欧洲时间的4月20号，宝马公司股票收盘时已经发现日跌 3.62%， 预计市值损失超过20多亿欧元，折合后将近150亿人民币。一夜之间，因为冰淇淋就损失100亿。有网友计算，冰淇淋35一个，损失的市值能买5亿个冰淇淋。宝马当初要是知道会是这个结果，或许会把展台放满冰淇淋吧。其实国人在意的并不是一个两个冰淇淋，真正在意的是宝马面对不同消费者的不同态度，让大家都觉得不舒服。为何明明都是消费者，甚至我中国消费者给你宝马带来更多的利益和价值，如今却被你宝马差别对待？这一次别说你不给我冰淇淋吃了，就连宝马董事会都不敢吃了，一下子损失150亿，还有心情吃冰淇淋吗？在4月21号，宝马旗下的迷你，也就是本次冰淇淋事件的主人公，也在网上进行道歉。不过与宝马的道歉同样毫无诚意。在其发布的道歉文章中，义正言辞地解释说，这些冰淇淋中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为了工作人员准备的，并表明网友视频中看到的手拿冰淇淋的老外，其实是为了车展操劳的外国同事。网友看到这些又一次沸腾了，提出触及灵魂的问题：老外同事辛苦操劳，旁边的中国员工就活该辛苦吗？这条评论下面还提到，可不可以给两位工作人员多点宽容和空间？他所提及的两位工作人员，指的就是发放冰淇淋的两位中国人。网友不出所料的继续愤怒道，还用上反问句了，感觉像大家太苛刻一样。的确，
做错了事情就要有做错事的态度，这种敷衍甚至略带不屑的态度，只会引来更多人的不满。有一个黑衣男子就忍受不了宝马的这种行为，自掏腰包买了1箱冰淇淋放到车展现场免费赠送，并且直言国人免费吃冰淇淋，这一操作引来无数网友称赞。中国人面对不公平对待就要狠狠反击。宝马这头忙着道歉，展会那头却还是我行我素。有主播到迷你的展台直播，却遭到工作人员的阻止，甚至被架出展会现场。这些事情无一不在向我们展现一件事，那就是豪华品牌的傲慢的态度。在中国都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搞不平等对待，何况在国外呢？中国汽车市场真的非宝马不可吗？事实上并非如此，如今的中国市场早就不是当初被 BBA 统治的情况了。中国的汽车市场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发展，而且如今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变革当中。变革的原因就是中国制造，许多国产的汽车开始崭露头角，例如长安、吉利、比亚迪。这些车企近些年都在通过改进技术、提升外观等方式占据国内汽车市场，依靠极高的性价比，迅速收获了大批国人的青睐。像五菱宏光就是典型代表。以前人们提起五菱宏光，脑海中就是一辆方方正正的面包车的形象，但近些年五菱宏光的转变，人们都看在眼里。从当初疫情期间转型建工厂做口罩出圈，然后迅速抓住风口，生产出外观霸气的五菱星辰，还有适合新时代女性出门买菜的代步车宏光迷你，五菱宏光算是彻底拿捏了国人的需求。而且相较于动辄几十万的宝马，便宜省心的一辆国产车或许才是普通家庭的首选。国产车的不断崛起也在无形中压缩了宝马的生存空间。如今被曝光区别对待国人，更是让宝马的品牌形象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在中国激烈竞争的汽车市场，如此不爱惜自己羽毛的行径，不尊重中华民族的行为，无异于是在自掘坟墓。其实像宝马这样不尊重中国市场，一边在国内捞金，一边又区别对待国人，不重视国内市场的品牌还有许多。例如同为国外汽车品牌的特斯拉。一位国内的特斯拉车主在深夜开特斯拉出行时遇到了故障，明明电池的电量充足，却莫名其妙熄火，车内的中控也不亮了，甚至到最后连车门都打不开了。于是该车主拨打了特斯拉在国内的售后电话，询问解决办法，但售后并没有帮助车主解决车辆不通电的问题。后来车主又希望特斯拉能够派拖车来把故障车辆拖走维修，但售后却以因为故障车辆过多，拖车数量告急为理由不断推脱。最终车主无奈只能把故障车辆扔在路边，第二天自己联系拖车把故障车辆拖走维修。这样踢皮球式的售后不禁让人感受到特斯拉敷衍的态度。花了几十万买的车子，如今出了故障却只能自认倒霉，这样的做法至少在国人眼里就是不重视国内市场的态度。不仅是汽车，其他行业也有歧视国人的情况发生。例如服装领域的高端羽绒服品牌加拿大鹅，先是被爆出有虚假宣传的情况，被处以罚金45万，后来又出了产品质量问题，并且对于消费者的售后服务态度极其恶劣。还有曾经因为抵制新疆棉而出名的 H&M， 新疆棉事件一出，多个平台迅速下架该品牌，连线下门店也受到巨大影响。奢侈品领域的迪奥也多次区别对待，歧视国内市场。在眼影新品宣传时，故意拍摄上提眼角的照片。在国际上，上提眼角后眼睛变小，是暗暗嘲讽亚洲人的眼睛小，是一种极具歧视色彩的手势。迪奥绝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手势的意思，但还是把照片发布出来，简直是赤裸裸的歧视。如果说这是对整个亚洲市场的区别对待，那么在先前迪奥发布的新单品涉嫌抄袭中国古代马面裙，就是对于中国市场的不尊重了。这次的宝马的冰淇淋事件让网友最直观的感受其实是那2个工作人员的谄媚态度。这都21世纪了，竟然还有这种崇洋媚外的人，面对国外的消费者热情洋溢，而面对同胞却臭脸相迎，双标被展现的淋漓尽致。即便这么舔，在宝马出事的第一时间，这2个人也第一时间被宝马拉出来当了挡箭牌，声称这2个人只是临时工，这就是崇洋媚外的结果。所以只有当我们国人自己的腰杆先挺直了，自己能够尊重自己，才会得到外界的尊重。而反观宝马，其损失不可谓不严重。实际上宝马的损失不仅是销量、市值、股票，最重要的是宝马伤了中国消费者的心，失去了中国消费者的信任。面对一个不在意自己的车企，即便车的品质再好，也注定不会走多远。这就像中国曾经的王朝，曾经一时的巅峰，最终却都因为失去了民心而化为虚无。而下一个朝代的建立，最初往往都是获得了民心所向。这样的比喻放在宝马和现如今中国汽车行业，简直再适合不过了。宝马就像曾经的王朝，因为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变得猖狂，不把消费者放在第一位，用傲慢和自以为是的态度对待中国消费者，
而我国的国产汽车则像是受到压迫已久的起义者，用设计更加优秀、外观更加迷人、性能更加猛烈、价格更加优惠、售后更加负责等一系列措施，收集着宝马逐渐散失的人心。或许最终有一天，能够推翻宝马曾经辛苦创建的王朝，迎来国产车的大发展。这一切虽然还没有实现，但如果宝马继续这样执迷不悟下去，那这一天将不会太远。希望宝马迷你能够吸收教训，认真严肃地对待中国市场、中国消费者。中国从来都不反对任何品牌进入国内市场，反而对此大力欢迎。但欢迎不代表毫无底线，赚中国人的钱无可厚非，但是想要又当又立，那抱歉，这套在中国行不通。毕竟中国早就不是30年前的中国了，如今的中国制造放眼国际也是名列前茅的存在。真把中国惹急了，造出一个属于中国的豪华汽车品牌也不是没有可能。不仅是汽车领域，还有其他行业应该深刻反思，对于中国市场是否有足够的重视。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就已经奠定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任何企业行业都不应把中国市场看成可有可无的存在，都应该尽心竭力地服务好中国消费者，保护好品牌在中国的口碑，这才是正道，而不是在出事之后发出敷衍的道歉声明。了解完宝马迷你的冰淇淋事件之后，大家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哟。好，这上面大家看到这个视频或听到这个声音其实是最近就在4月19号、20号这2天的最大的一个品牌危机宝马的事件。我想这个时候上了非常非常多的热搜其实我们从这个事件上来分析几个要点嘛。首先第一个，我们暂且不论说这个视频被放大的因素的背后的这个阴谋是什么，我们先不管这个。你不能排除是同类品牌，也不能排除说其他的对手吧，他们所带来的一些刻意炒作也好，或者怎么样也罢，先不管它。但事实上，它已经产生了所谓的品牌危机，对吗？但一般正常来讲，企业怎么来化解所谓的品牌危机？其实从平常的这种训练也好，或者是从内部的这种marketing 的管理规范也好，其实都有存在的很大的一个我们讲预知因素吧。好，那今天教授要跟大家讲讲其实如何来化解品牌危机。大部分集团的这种品牌管理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你也不能排除说别人恶意的去瞎搞你或者怎么样。那当然，当你的品牌做大了，所有要来攻击你的或者污蔑你的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所以集团品牌管理的另外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当品牌的形象遭受到了危机的时候，作为企业你要有足够的反应速度跟时间，并且呢要能有化解危机的这种有效性的操作来挽回品牌。好，那在这里呢，教授呢从网络上也整理了一些相关的文章，也整理了一些相关的内容然后希望这堂课程对每个企业的企业主都有所帮助基本上这里我们要用4个 Ray 从英文上来讲叫4个 Ray， 4个单词大家记一下一个是减少 reduction 这是第一个大家要教给大家的单词。第二个呢是 ready 准备。第三个呢是 reaction 就是反应的概念。然后再来就恢复 recovery 我们从缩短阶段先来看吧reduction 这个缩短阶段来看吧。危机的缩短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呢是预防危机的发生，以及减少危机发生后对品牌的冲击程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危机的缩短的这个阶段呢，主要有3项这个后续我们来细讲。那这里我简单大概带过一下首先，品牌管理弱点的识别是指的危机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所以请有关专家媒体共同来研究预防以及应对计划，这个是每一个品牌都正在做而且必须做的一门功课提前找出品牌管理当中的一些弱点所以大家看看吧，这个品牌管理重不重要？相当的重要。所以品牌危机的管理首先要承认自己的品牌管理上有弱点，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来，如果管理不善，他们将会变成一个品牌危机
好，如果拖延认清自己公司的一些弱点啊，危机一旦爆发了，灾难后果真的不但会比发现弱点更加痛苦，而且还可能会给品牌带来致命上的打击。我们最近啊，应该在前一段时间嘛，前一段时间这个某个火锅品牌啊，海底捞，他处理这个公关事件处理得非常好哈。海底捞曾经在全球的所有的店铺停运了大概有1-2个月的时间，大家都认为是不是这个海底捞倒闭了？其实不是哈，当时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自媒体啊，拍摄到了这个海底捞的工作人员啊，把食物啊掉在地上以后的其中一个片段啊的处理不当啊，那当然事实是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讲哈，虽然这个海底捞最后的官宣啊，他也将这个整个监控视频也都调出来，所以大家会发现现在海底捞里面到处都是摄像头，为什么？都是这种监控摄像头，是为了在发生品牌危机的同时，可以第一时间将事实还原。所以事实还原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Redison 就是所谓的危机的缩减阶段是相当关键，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预防。第二个呢，建立并且维护良好的媒体合作平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人说媒体啊，对于品牌来讲是相当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合作机构啊。新闻媒体是联系大众跟企业之间的桥梁，由于它的这个地位特殊啊，影响范围比较广泛，所以对于公众的舆论导向的作用非常大，这个导向作用非常大。而且现在的所谓的媒体，这里就不细讲啊，当然有公众媒体啊，有自媒体啊，或有企业内部的媒体啊，很多的媒体形式啊，由于互联网的成长跟这个发展性啊来看待，所以现在的媒体方式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会存在，而且现在自媒体可怕到什么程度啊？可能一点点的非事实的角度，它可能就把这一小段的视频进行截取，然后来把这个事件放大。没办法，因为自媒体它也要获取一定的流量啊，它没有办法啊，所以企业呢要定期跟媒体来进行沟通，获得媒体的信任跟支持，尽可能的通过客观公正的信息传播，及时的向公众、媒介以及内部员工通报品牌的一些运行情况，极力来塑造品牌的良好形象，努力把品牌培养成一个可信任的、诚实的和值得尊敬的，最终这个实现品牌的信誉的基础。教授曾经讲过一个好的企业跟项目，一个好的 project， 其实是需要具备3大灵魂，我一直在讲这个3大灵魂。第一个就是灵魂人物嘛，什么叫灵魂人物？就我们想到阿里巴巴就想到马云，对吧？我们想到玻璃大王可能就会想到曹德旺就类似这样叫做灵魂人物，对吧？那当然一个好的 project 它就像一个好的宗教你可以这样来比喻吧我们想到某个宗教就会想到某个创始人，对吧？所以加强企业内部的这个传播流程的管理适当的时候要进行一些危机的预演让内部人员来熟悉发生危机时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在企业发生危机的同时，企业能否冷静自如、坦诚大度的来面对媒体，巧妙的回答媒体的一些问题，是化解危机公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点。我们看过很多电影或者连续剧他们在处理这个品牌危机公关的时候公关危机的时候，你会发现基本上发生的事件的当下最高的领导或最高的管理团队得知以后就会第一时间的怎么样召开这个公关危机事件而且有很多的企业机构都会有委托所谓的公关公司来作为他们常年的品牌危机处理单位，就相当于一个企业买了一个品牌保险嘛，您这么来理解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阶段叫做预备阶段也就是 ready 其实预备阶段是以危机随时发生为前提，是我可能会觉得什么时候会发生，下一秒就发生这个叫
以这个为前提的，我们叫预备阶段。那么危机缩减不可能完全去除的危机，就是当我在做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reduction 这个减少阶段，就预备阶段，可能还没有办法100%的预防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怎么样来做一些相应的处理。所以预备阶段就是对缩减没有办法做到的部分来习时，可以从容的面对，并且做出第一时间的响应计划，来做好危机发生的准备。当企业发生危机的时候，有相应的方案跟恢复方案，跟一些相关的恢复计划。从这个地方来降低危机对企业品牌的一些相关的冲击。我们记得这个德拉贝克跟佩里他发现一个突如其来的始料不及的信号，尤其是表示人跟物都即将受到所谓的威胁的信号，容易被人忽视。因此品牌管理者常常会面对一些预警信号反应迟钝，有时候看到了预警信号却采取了观望的态度。那这种反应的根源有以下几种。第一，品牌规模过大的时候，信息传输不畅的时候，再来品牌文化对严格的正式的规章制度不重视，这个也是一种情况。再来品牌内部沟通不充分，减少沟通人员缺乏统一管理的负责人，这个都是相当重要的一些警示图示。要发现这些预警信息必须建立起信息监控机制。我们可以通过总结集团品牌预警可以采取一些相关的预测方式。你像中国做得非常好他们有这个所谓的预警系统或者是有预示系统等等之类可能大家觉得不可思议但事实上这些预警系统有没有用？它是必须要用的所以可以利用以上的这些调研来可以对品牌危机进行一个很好的预警。所以一个好的品牌集团公司对于品牌的着重度都会成立相应的品牌信息预警中心，以及品牌的一些相关在互联网上随时发酵的一些信号，每一场活动所发散出来的一些预警信号，一旦出现了这些管理上的问题，或者是品牌预警达不到我们预警中心所要的这种的，或者是产生了负面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预警中心就会提出这个所谓的措施来改善自己的品牌，并且呢会对品牌危机来管理实行一些预言，提高品牌危机处理的一些技巧。其实这些讲到的到目前为止大概都是大品牌的一些处理的方案，或者是危机的处理预警方案。其实对于中小型企业有没有必要这样做呢？其实非常有必要。很多中小型企业在转型或者是获得一大堆投资的时候，甚至自己的业务能力提升了以后，市场的占有率提升以后，往往都会忽略了所谓的品牌危机，可能一下子就被拿捏住了。所以经常在讲这些大品牌或者是大的这一些企业玩什么？玩手段，玩市场的一些预警事务，玩一些对于这个消费者洗脑的手段或者事物，这些技巧大品牌公司其实玩的不要的，明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反应阶段反应阶段是当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候，品牌危机管理者的反应管理，这个将决定一个品牌能不能度过难关的一些相关的关键。我们就拿刚才这个视频当中的宝马以及这个海底捞这个火锅品牌，你拿两个来做一下对比好了。现在你会发现你到这个海底捞吃东西带来的感受跟以前又完全又提升了，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很多的中小型企业老板对于品牌危机在这上面砸成本都觉得是没有必要的事情，但是当你真正碰到了，你就会知道了，在这上面有非常大的关键点，这个成本是必须要花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有两个问题这些中小型企业的老板我觉得你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第一，时间的重要性。当你危机发生的时候
我们这些企业啊，要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当中，让危机能够得到遏制，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去解决一些危机，来让这一些冲击降到最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第二个，企业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企业出现的危机呢？是坦诚的态度，还是采取辩护的态度呢？我们来看这个品牌专家顾寒宇先生啊，他就提出了品牌危机处理的一些独家秘术。他说：“我错了，我改，看我以后的行动吧。”其实你看看起来好像很简单那么顾寒宇先生讲的这个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危机公关的靶子。首先告诉大家，你先不要辩护先告诉大家我错了，然后告诉大家我改。然后在最后，那你们看我以后的行动嘛，简单3句话解决了基本上危机公关的一个法则。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呢？教授可能不带苟同因为并不是大部分的企业的用法都可以用这种所谓的认错态度或者是改变的态度来作为危机公关的法则。这个有机会教授再讲讲教授自己的观点。我们来纵观过去吧。其实企业采取的形式都不太一样那根据一些相关的历史表明一些经验表明采取坦诚的态度是明智之举，这个我认同。我们再比如强生公司的泰诺药片当中中毒的事件，他就采取了这种坦诚的态度，承认问题药片的存在，并不惜巨资的收回所有的问题药片。这时候他就赢得了什么广泛的信任跟赞扬。相反的，我们来看2000年发生的这个东芝诺不可事件他在为他对待中国消费者跟美国消费者的不公平待遇辩解。各位记得在品牌公关危机上面的另外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国情。国情如果你没办法掌握住的时候，如果你让你的品牌事件发生了上升了到了国际层面或者是政策层面的时候，那这品牌基本上就很危险了会相当的危险。就像这个宝马事件一样，你这个从一个小小的冰淇淋提升到了针对中国人，这个是引起群愤变成民族文化的群愤而且你会发现在整个视频当中又延伸到了亚洲人我不得不佩服这一些做短视频的人你们太牛了，真的，我不得不佩服那究竟要采取什么态度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博弈的矩阵来说明吧，我们来尝试一下。企业采取的态度，坦诚跟辩解，对吧？而消费者就是公众对危机事件信息的了解情况，已知或者未知，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矩阵，一个象形图矩阵，好吧？那当然。前者为消费者能够从企业的行为当中获得好感，后者呢是为消费者对企业的行为满意情况表示满意或者不满意，或者是处于零这个中间的这个值，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提到了反应的部分。我们来看看恢复的这个阶段刘 Ason 来。恢复阶段是管理者致力于将发生危机后的品牌恢复到常态了。那么并且利用危机当中发生的一些问题跟创造的机遇来创造更好的实现品牌上的一些管理。所以危机的事态得到控制以后正常都会得到控制嘛。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就应该立即着手来对整个企业品牌形象的恢复操作。好没有？先受伤，对不对？受伤以后找到病根原来是这里在流血，好啦，把它缝上止血以后，那我们要怎么样？要找到这个怎么来恢复它，怎么来养伤对吧？所以对于出现的问题来总结一些经验跟教训，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原来骑脚踏车的时候身上不能带刀，要不然带刀可能会捅到自己，开玩笑。所以当我们有一次所谓的危机经验的时候，我们要开始总结这些经验跟教训，防止危机的再一次的发生。
我们看有很多企业，尤其中小型企业，在参展以后啊，参加博览会、参加展览会或参加了某一些对外品牌公关的活动，或者是品牌产品的一些宣传活动，好像大部分就参观完，收摊回家，很少你会看到说有中小型企业在收完东西的当下就开始进行记录了，记录完毕以后怎么样？要解散以前，大家辛苦了，对不起，那我们可能花10分钟总结一下这一次的经验，大家记录一下，这是当下的一个经验。能够牢牢记住了当下展览的经验，我们这次遇到什么什么，可能我们要再改变什么，看到别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可能要借鉴一下，是不是这样的道理？然后回到公司，再刻意等大家休息好了，再来安排一次什么？安排一次所谓的检讨会议或者是大家的一个 review 的会议这个非常关键所以当危机事态得到了控制以后企业教授建议首要的工作是恢复企业的品牌形象。如果说前几个阶段是企业对危机的投入，降低品牌资产的过程，那么这个阶段就是品牌增值的部分，要有效的进行品牌危机管理，这个阶段必不可少。同时恢复阶段的工作也为其他阶段提供了信息跟指导，因为我受伤了嘛，我有经验了我得到教训了，那我要把它记下来吧，对不对？那这样的你就会慢慢的去形成一个什么正向的循环，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在这个期间要做好善后的一些相关的处理工作，尽可能来恢复公司的信誉跟商业上面的一些相关形象，重新来取得客户或者是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对我们这个企业品牌的信任。对于那些重大的责任事故导致社会公众利益受损的时候企业必须要马上承担起责任，给予公众一定的精神补偿跟物质补偿这个是相当关重的。对于那些确实存在问题的产品，应该要不惜代价的迅速收回来立即来改进企业的产品或者服务，以表明企业解决危机的决心。只有以诚相待才能取信于民，这个大家一定要特别记住，尤其在经营这个产业品牌的时候这一点是相当的至关重要的那当然啦，你看这个有一个作者叫菲克他是美国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危机管理》，他曾经对这个财富杂志排名前500名的大公司董事长跟总经理进行了一项关于企业危机的一些相关的调查。调查资料上面表明80%的被调查者同意，现代的企业危机的一些企业他们在面对一些企业危机的时候，就跟死亡一样，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是有80%在这个财富杂志上面前面排名的500名的这80%，相当于有400名大公司的董事长跟总经理都认可现在企业面对的危机就跟死亡一样，已经成为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他必须要去面对。市场是一个包含无数未知因素的一个巨大的魔方，你要怎么去解不知道。企业品牌随着所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时间跟空间跨度的这种几何级数的增长，时空当中的参数变量必将越来越多潜在的风险也必将越来越大。既然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存在，那么对于企业品牌来讲，关键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化解危机是非常重要的，让企业能够去摆脱一些困境，在公众心目当中去重建这个企业的形象。我们刚才讲前面的这个4个瑞，对不对你可以用这个4个瑞来检视一下自己的企业现在品牌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对吧那在这里呢整理了一下，你也可以采用以下的这些措施来尝试看看。第一个，迅速的组成处理危机的应变总部。其实不应该是单纯的迅速组成，不应该单纯的只是在爆发危机的时候才组成应变总部，而是在平时如果你的企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能你会告诉我，教授，我的企业就几十号人甚至10几个人，我怎么来组成？大家为什么不能在各个部门抽调一个人来组成一个应变小组呢？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宣传组织来养着啊，这些人就会有积极性，来对于品牌有责任心啊，甚至内部可以提前怎么样了解整个品牌的属性，甚至我们的品牌现在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所以在危机爆发以后，最重要的事情应该冷静的来辨识危机的性质。很多人不懂，哎呀，这个面临危机的啊，我应该怎么来弄啊？先坦诚，哎，人家老师专家说了，要先坦诚，要面对问题啊，我错了，我改啊，然后最后看我的表现。这个虽然是一个惯性的处理方案，但并不代表能够面对或者是符合啊所有的企业对品牌上的一些处置因素啊。因此呢，成立危机处理的这个应变的这个组织啊，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针对企业来讲啊，所以担负起协调跟指挥工作，就是这个总部必须要承担的一些重要的责任。一般这类危机的机构啊，都会包含几种小组或中心啊，比如说调查组要调查吧，调查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吧，联络组啊，要上行下效的去传达一些指令，对吧？处理小组啊，要专门出面来执行处理小组，所以我们的形象人物的包装形象，以及我们的形象人物的一些画稿的统筹，这都属于处理小组要做的。第四个，报道小组，对吧？报道小组要对接媒体，要对接相应的这些机构，并且除了报道的情况下，他还要怎么样？还要去整理调查组、联络组以及处理小组的所有情报信息，最终形成一个对外的稿件。啊，这4个组是非常非常重要，当然还有更细的，教授只讲到这里。啊，所以事情一旦发生了，调查组要立即对事件的整个详细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并且要做出初步的报告啊。调查内容包括了突发事件的基本情况、事态的现状以及具体受损的情况啊，包含事态所造成的一些影响是不是已经被得到控制了啊？那控制的措施是什么？是不是有恶化的趋势？对吧？事件发生的原因啊，这个也很重要。事件涉及的公众人物的类群是哪一些族群受到了啊这个公众对象的对待跟伤害啊，也就是直接受害的公众或者间接受害的公众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群体啦啊。与事件有关的组织跟个人，哎，我这个危机事件涉及到有没有针对的对象个人啊？有没有针对的这个族群个人啊？有没有针对到的相应的这个对手机构啦，或者组织机构啦等等之类的啊。再来，与事件处理的有关的部门机构，比如说这个工商部门啦，财务部门啦，税务部门啦，等等，这些叫有关的部门机构，包含新闻媒体等等啦。因为一般正常的公关危机事件的爆发，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释放的原点。这个释放原点可能是新闻媒体，可能是自媒体，可能是报章杂志，可能是什么，都有可能会有这个情况发生。现在这个情况，这个社会情况好太多了，在过去还有个别的这些黑媒体勒索的这个污蔑的新闻报道也有不过现在好很多，几乎没有了，起码这几年教授没有听到过企业跟有关人员应该负的责任等等，这个都要去了解一下再来联络小组，马上要投入各方面的联系工作，比如接待外部人员要约进什么人，需要哪一方面的力量协助等等，我们马上要分析判断出来，都需要通过联络组来统筹安排的，这个叫联络组那如果是灾难性的事故，可能还要及时向事故伤亡人员的家庭通报事故的最新进展情况。处理组马上投入抢救、现场保护死亡人员的伤亡不要讲死伤亡人员的善后跟伤员的治疗出现次货的商品要回收跟处理，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等等，这个都属于什么处理小组要去干，实际干活的叫处理小组，好吧？宣传组的宣传报道组马上就要投入统一组织对外的传播工作，对吧？一般组建这种以信息传播的
报道新闻为主要责任的机构都是由公关部门来负责的。所以你说教授，我只有10几个人，我能不能干这么大的事？我告诉你，你也必须得干，一人一个部门你也得干。你不预防你怎么知道呢？那这个会不会增加成本？那我不知道，每个企业的管理内部不清楚，好吧？好，来看看第2点，要搞好内部的公关，取得内部公众的理解，雪上加霜啊。因此啊，首先必须先搞好内部公关啊，提高自身的凝聚力，让大家能够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群策群力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所以呢，一方面公共关系人员应该保持与内部公众的接触啊，及时把这个准确的情况公布给大家，让大家能明白啊，企业目前碰到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对吧？并且反过来要收取了解他们的意见，要求稳定一些相关的情绪，并且将企业所做出的决定啊，随时告诉到内部人员。另外一方面，要充分的利用意见领袖的导向作用，这个意见领袖很重要。擒贼先擒王，对吧？我们古人有说擒贼先擒王。我们先把这个意见领袖先逮到了，我们才可以通过这个意见领袖来作为导向作用，去影响带动员工向着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方面去怎么样发展。我们记得美国希尔顿旅馆啊，它从1919年到1976年，由一家希尔顿旅馆扩展到了70家，现在呢还遍布了世界5大洲的各大城市，成为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旅馆之一啊。希尔顿我经常要住的那个希尔顿旅馆也一家接着一家的亏损不堪呐，这是1930年的经济萧条的那一年它一家一家的亏损一直亏损，曾经欠债高达了50万美元那个年代50万美元算很多所以总公司的董事长希尔顿亲自召集了每一家旅馆的员工，特别交代跟呼吁，目前正值旅馆亏损靠借贷度日的时期，我们决定要强渡难关，一旦美国经济恐慌时期过去了，我们希尔顿旅馆很快就能够进入到云开日出的局面。因此我请各位注意，千千万万不可以把心里的愁云不好看的愁云摆在脸上。无论旅馆本身遭遇的困难如何，希尔顿旅馆服务人员脸上的微笑永远都是要属于客户的、旅客的。这是由于希尔顿在旅馆亏损的关键时刻能够正确的去分析一些情况，并且把所做的决定告诉员工以后后来他也得到员工的理解跟支持。结果呢，经济萧条刚过，希尔顿旅馆就领先进入了新的繁荣期，跨入了经营的黄金时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难免都会有所谓的困难期、萧条期，那当然我们先不论它是什么样因素而引起。所以刚刚教有提到第一个灵魂人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谈谈第二个灵魂的团队。如果一个企业自身你没有一个灵魂团队来组建，而是靠你老板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话，这个企业我觉得你不要去开了，休息吧，真的你休息吧。所以一个企业的共同成长应该将企业变身为事业，而不是单纯的我只是赚差价生意的事业供这个企业，抱歉。好，第三个，迅速的启动召回机制其实由于一些产品质量上的问题所造成的危机，是经常我们在市面上能够经常看到的一些危机那一旦出现这类危机呢，企业呢要迅速的怎么样启动产品召回制度，不惜一切代价都必须收回所有在市场上的不合格产品。留有一样，你真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并且要利用大众的媒体来告诉社会公众如何退回这些产品的方法，告诉大众传媒，让大众传媒来告诉社会公众，这是不是又成了一个广告了？那这个广告是正面广告还是负面广告？可能你会告诉我，教授，那我让大众传媒跟社会大众说我的东西不好，那这个是不是等于负面？ No， 我觉得这个才叫真正坦诚的做法，对吧？
你会让社会大众觉得安心哦，原来这个企业挺有良心的，东西不好全部收回去。所以你在看问题的角度，企业家你在看问题的角度应该分两个面来看，来衡量这个东西，对不对？我们来看一段历史哈，1982年9月30号的早晨，有消息报道说，芝加哥地区有7个人因为使用了强生公司的一个子公司生产的泰诺解冻胶囊而死于氢中毒。据说还有250个人生病或者死亡。这个消息啊，顷刻间就引起了整个美国1亿个人正在使用这个泰诺解毒胶囊的消费者产生了巨大的惊慌，还不是恐慌而惊慌哦。这个公司啊的形象一落千丈啊，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啊，强生公司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以高达1亿美元的代价撤回了市场上所有的泰诺解毒胶囊药品。当时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公司选择了自己承担巨大损失而让别人免受伤害的做法。那么如果他当时昧着良心，他可能将会遭遇到更大的麻烦，对吧？所以美国第二舆论调查公司的负责人啊，伦纳德斯啊，这个博士他就是说啊，他说对于药品的全部收回是一项深谋远虑的营销决策吧。当今盛行的这种市场营销做法是把利润跟消费者的利益关联在一起，而不是把过去的方式把利润看成销售的结果，这个不对的。为泰诺在危机的时候啊获得了新生啊，美国公关协会还为他颁发了一个银钻奖。这个强生公司处理这个态度，我们只能说他的这个应急机制，或者他的我们刚刚讲到预警中心的这个总部的成员处理这个公关事件处理的相当到位。当然啦，预警中心在处置这些事务的同时，当然也摆不了大 boss 的决策对不对？你们拍这1亿美元从哪里来，对吧？所以启动产品召回的制度，收回那一些不合格产品，就能够表现了整个企业对于消费者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所以表明企业始终是以消费者的利益为第一位的当然为此你可能会承担一些相关的损失的，对吧？所以从这一点上面，你就可以从心理上去打动了这个公众那如果你放任这些产品继续流通，那可能会让危机涉及的范围更加一步的扩大并且有可能会引起公众跟媒体群起而愤对不对？甚至还可能引起一些相关的政府部门的调查监管那这个企业基本上就不要开了，对吧？所以大家记得另外一个层面上，就是无论任何种类的危机都会或多或少的冲击到企业内部的员工、股东、员工家属，所以这个都属于内部公关公司内部的公关关系、公众关系所以处理不好这种内部的公众关系，就可能会造成人心涣散自顾不暇、各奔前程的这种情况产生所以处理公关危机事件的当下，不单纯只是对于公众、社会公众以外，你的内部公众关系也必须要搞好这一点是特别要注意的来，第4，要有一个任命的发言人你看一些大的品牌，那国家都有发言人，各个部委都有这个发言人，那每个企业是不是应该有个发言人？当然中小企业你可能会觉得我没钱请这个发言人，那老板你自己就是发言人对不对？所以要任命专门的负责的这个发言人来主动跟新闻界有一个沟通而且对外宣称的这个沟通这个发言人特别重要。不管你的品牌有多大，教授都给你建议你要有一个发言人，这个发言人就是你的形象，你知道吗？新闻界是公众之一，又是联系公众跟企业的桥梁，你说这个媒体重不重要？新闻界重不重要？所以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影响的这个范围比较广泛对于公众舆论的导向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危机事件在发生之后新闻界必然会来采访某某人你为什么什么。所以在强大的社会舆论跟可能产生的舆论压力面前在新闻媒体高度的注视下，主动的跟新闻界连沟通，
我们家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来采访他，跟人家等人家来上门采访，可能结果会不太一样。这个你一定要特别的。那教授有这个特别大的经验啊。当他来找你的时候，条件就不一样；当你找他的时候，当然也不一样。所以有时候负面影响的公关，如果你能够做得好或者处理好的话，可能会为你的企业跟品牌带来另一个正面发展的趋势。所以这些事物啊，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那当然在处理完这些危机的当下，平时你也要跟这些媒体保持这种联系。你可以及时通过新闻媒体来向公众展现自己品牌的一些新形象、新举措，在公众心目当中去重塑属于自己的品牌形象，对吧？好，第5个，查清事实，公布造成危机的一些原因什么原因造成什么，我们就拿这个某火锅品牌前几个月的这个事件，他停了个把月，大家都以为他倒闭了，其实他没有，他在内部整顿。所以我觉得这个海底捞这个老板真的是非常有魄力来全部停下来，损失算总部的。你光单全球这个几百家的这个店的租金就不得了了，员工工资没有停发，也没有办法全部照发，原来该有的福利都有这种魄力你说有没有？有。好，那么在这1个多月的内部当中呢，除了进行内部培训跟内部整顿以外，还安装了相应的这个所谓的危机处理的一些设备增加了摄像头，每个角落50角的公众场合50角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查清事实这个是危机解决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一般来讲能够使企业品牌面临危机的情况主要有3种。第一种就是自身的行为不当突发事件跟失实报道这3个，自身行为不当以及突发事件还有失实报道这3种不同的情况，所以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太会一样所以只有通过调查研究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才能够为以后的这个事件的处理做到有效的放肆查清事实以后企业应该尽快的坦诚，并且向公众跟新闻界来公布造成危机的一些原因。无论是什么样的危机企业都应该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对吧？及时的向有关人士跟公众来开放这个相关的信息传播的通道。所以你会发现大部分的这个 website 企业官网里面都会有留言联系我们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对吧？这就向社会公众来开放一些信息渠道的传播通道。还有一些官网有一个新闻的这个新闻中心是特别重要的你不要以为说我没什么新闻，其实每个官网上面能够对你这个企业造成品牌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好，那当然如果是自己的责任，应当勇于向社会承认我可能管理不当什么什么。如果是别人故意陷害或者是报道失实的，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来让真相大白。最主要的是要随时的向新闻界等说明事态的发展，要澄清没有事实根据的小道消息跟流言蜚语的，这非常重要。好，最后一点，危机当中谣言的处理怎么办？在危机当中常常会产生许多的谣言谣言的出现可能会让传播增添了一些企业危机的困难，解决危机的困难，有时候甚至会成为解决危机的最主要的障碍。所以呢，对付谣言是危机处理当中值得重点对待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有效的去制止或者遏止谣言的产生跟传播，首先要了解促成这个谣言的各种因素了解完以后，接着就是应该要采取积极的行动，分析谣言的意图，他为什么要造谣他的目的是什么再来就是要挖掘出产生的原因来源、传播的范围，从哪里来的，这个声音是从哪里嘣冒出来的那从哪一个平台来的
现在目前已经涉及的传播有多少了？大概哪些平台已经被转播了啊？诸如此类的，包含影响的程度跟发展的趋势，目前的态势是什么？所以在分析的时候要注意客观、慎重，尽可能的减少一些主观的臆断，尽可能找出谣言产生的一些特定的原因。当然了，不止一般的原因了哈。所以另外一方面呢，为了要消除谣言已经在公众中产生的不良影响，应该跟造谣言的或者是接受谣言影响的这些人，受损害的人来进行对话。先把对话要上升到可以对话了，你才有机会去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向他们去谈一些事实，表示企业对这个事情的关心跟辟谣的决心。还可以请舆论领袖，这个舆论的这个领袖来一起讨论谣言所传播的问题，并且来澄清这个事实，利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有身份、有影响力的人，借助他们的权威来帮助企业对付甚至解决困难的局面。所以在发布正面真实资料的同时，不要提到谣言的本身，记得了。在发布正面真实资料的同时，不要去提到谣言的本身，因为你提到谣言本身就会让谣言得到重复的传播。很多人不懂这个所以你要特别记住了一定不要再把这个事情把这个谣言再重复的去传播了，这样只会有助于谣言的扩散加深谣言内容对人们的影响特别是在电子传媒介的这个部分更不能够重复的去提及谣言本身不然极容易造成各种的误解跟混淆明白吗各位？一字之差失之千里万里明白吗？好，关于今天的企业品牌危机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好吧？我们希望下次还有什么好的课题再跟大家一起来探讨。